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37岁赵丽颖晒家居生活，独居无拘束，治愈无数人。赵丽颖最近分享了一组极具生活气息的家居照，照片中的她没有精心布置，也没有任何滤镜的修饰，只是展现了最真实的日常。素颜出镜，穿着宽松的家居服，她在客厅做瑜伽，阳台上种花，厨房里煮面，甚至不忘拍下自己在地板上打滚的瞬间。照片发布后，评论区的网友纷纷表示，治愈了看着她，我突然觉得生活也没那么难了。过去提到赵丽颖，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那个拼命三娘的形象。她从乡村到城市，一步步靠自己打拼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女演员。为了拍戏，她几乎年年无休，吊威亚、熬夜拍夜戏成为常态，吃得了苦，扛得住压，这些都成了她的标签。然而，现在37岁的赵丽颖似乎开始慢下来。她没有宣布退出娱乐圈这样的言辞，但大家都能感受到她在有选择的接工作，认真的享受生活。过去镜头里的她是一个角色，一个演员，而现在的她更像一个普通人，在一日三餐、柴米油盐之间找回了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。赵丽颖的家并不奢华，却充满了她独特的审美和生活态度。客厅里没有过多装饰，浅灰色的布艺沙发显得干净简洁，墙角几盆绿植带来一丝生气，窗边一把藤椅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着温暖的生活气息。厨房是开放式的，她曾分享过在这里煮泡菜鱼、包饺子、烤蛋糕的视频，尽管没有任何滤镜加持，却让人感受到一种非常接地气的温暖。她喜欢打理家务，曾晒出戴着手套打扫卫生的照片，表示打扫完屋子，心情都会变得特别好。她的家总是井井有条，每一样物品都被精心安排，不是那种冰冷的样板间，而是经过岁月洗礼、充满烟火气的家。赵丽颖还爱上了种花，阳台上10几盆花草竞相生长，有三角梅、月季、绿萝和薄荷，植物们都长得很茂盛。有一次，她拍下了月季生长过快的照片，配文说：“月季又打败了我，1周前才换的土，今天又涂长了。”她无奈的表情和那株疯长的月季让网友感同身受，纷纷留言：“太真实了，我的也是。”如今的赵丽颖享受着自己一个人的生活节奏，没有那么多的束缚，什么时候想发呆就发呆，想看电影就窝在沙发上看一整天。她还会定期给自己放假，哪怕不远行，也会在家做一顿美味的饭，听听歌，翻翻书，写点东西。她不是在逃避工作，而是学会了从日常生活中回血。很多人看完她的日常后感慨，原来明星也可以过得这么接地气，生活中也会为阳台布置、花草养护，甚至研究煎蛋如何不粘锅。赵丽颖的生活没有滤镜，却意外地让人觉得那是一种在烟火气中沉淀下来的安稳，是与自己和解的自在。曾经的赵丽颖是那个拼命工作、连续拍摄几部剧的女演员，凭借实力打响名声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她越来越意识到，真正的自由不是拼得有多猛，而是可以有选择的去生活。现在的她不再需要时刻证明自己，而是选择更多的时间给自己。在一次采访中，主持人问她：“你现在最大的幸福是什么？”她没有提及什么理想与成就，而是认真地回答道：“我现在回家能吃上一顿自己做的饭，就挺满足的。”这句话听似简单，但背后蕴含的深意，只有经历过忙碌与压抑的人才能体会。能够安心地吃上一顿饭，这种幸福的感受是无价的。赵丽颖正是在这种强烈反差中，变得更加柔软，
更加沉稳。她并没有刻意打造什么生活美学的人设，而是选择了最自然的生活方式，没有强加的标签，也没有人为的营销，只是通过最真实的生活，向大家传递了一种简单却充实的生活态度。生活本应如此。许多网友表示，看完赵丽颖的日常，自己也不再那么焦虑了。原来，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，生活不必追求完美，享受舒适与平和才是最重要的。她通过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，经历过低谷、误解和迷茫，只要愿意慢下来，认真过每一天，最终一定能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。人生并不是只有不断向前冲才算伟大，能够在静谧中微笑着说我现在挺好的，这也是一种别样的酷。2. 赵丽颖《向阳花》票房破亿还被骂，5000万成本狂赚1亿，黑粉逼宫。内娱最离谱的黑红惨案更新了。赵丽颖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《向阳花》上映11天，票房1.49亿。制作成本仅5000万，妥妥的小成本暴利，却被全网骂票房扑街、演技翻车，甚至传出央视电影频道点名批评的谣言。知情人士透露，片方后台监控到3天内2000家调恶意差评 ，IP 地址集中在某竞品公司楼下，这波操作，怕不是对家在搞防爆式黑热搜吧？向阳花的反常识票房战。盈利1亿却被按头扑街，数据党甩出打脸证据，成本回报率碾压同行，5000万成本，1.49亿票房，分账后净赚超1亿，回报率298%，远超2025年国产片平均120%的盈利水平。同期对比碾压同类型。上映同期的《青春抛物线》成本8000万，票房仅9000万；小城故事成本1亿，票房1.2亿。向阳花堪称小成本逆袭教科书。赵丽颖抗顶能力实锤，作为独挑大梁的一番女主，她贡献了全片70%的戏份，预告片播放量破5亿，抖音话题向阳花赵丽颖哭戏播放量12亿。一人扛下90%的宣发 KPI， 黑粉的数据刺客套路，拉踩前做完双标，故意忽略《浴火之路》4.62亿是主旋律加持加国庆档红利，乔妍的心事1.51亿是拼盘电影，却将向阳花与商业大片对比，连85花平均线都没到，偷换概念造焦虑，用预测票房1至2亿当靶子。刻意强调未达预期，却绝口不提预测机构是某竞品投资的野鸡平台，伪造央视批评截图，流传的电影频道点评画面，经技术分析是 AI 合成，口型与配音完全对不上。赵丽颖的演技背锅实录，从收视女王到被演技审判，黑粉的显微镜式挑刺，哭戏模式化洗脑包。截取向阳花中3场哭戏，对比花千骨之否，声称10年演技没进步，却忽略该片中她为演农村寡妇特意学方言练农活，手掌磨出的老茧特写镜头被业内称赞细节控，表情管理翻车断章取义，热转的瞪眼截图实际是角色得知孩子被拐时的应激反应。完整片段中，他从瞳孔皱缩到泪腺爆发的层次感，被中戏教授写入表演案例库。台词功底退化伪命题，方言台词被批不标准，但剧组方言指导证实，赵丽颖为贴合角色，特意学了安徽泾县乡村普通话，带点口音才是真实的。业内的反向力挺，导演郑晓龙亲自下场护犊子。在上海电影节公开力挺，赵丽颖是我见过最拼的女演员，为演好失去孩子的母亲，在精神病院观察病人3天3夜，这种演技叫退步。那现在的流量明星算什么？票房分成打破潜规则，片方给赵丽颖的分账比例从《浴火之路》的15%提升至25%，合同备注演技突破特别奖励。某院线经理透露，
她的表演让上座率提升30%，观众哭湿的纸巾能绕影厅3圈。主流奖项提前锁定《向阳花》入选中国电影新力量单元，赵丽颖提名金鸡奖最佳女主角。评委之一尹力评价，她演出了中国女性的坚韧与脆弱，是年度最被低估的表演。当实际派遭遇黑红绞杀，当赵丽颖在《向阳花》里为1.49亿票房拼尽全力时，资本正在用数据游戏制造扑街假象。当他用演技突破征服观众时，对家正在用 AI 合成视频伪造央视批评。这荒诞的对比，恰是内娱黑红法则的真实写照。有人害怕他从流量小花蜕变成演技派青衣，有人恐惧他用小成本电影证明演员价值大于流量泡沫。但正如影院里偷偷抹泪的观众所说，票房数字会说谎，但感动不会。而赵丽颖的《向阳花》或许正是刺破流量黑幕的第一束光。